嗨，亲爱的选项一的朋友，今天的占卜题目，我们要来看看你眼中的他，以及真实的他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什么差异哦？今天使用的方法就是使用我们通灵塔罗职业班的一张牌的解牌法，来看一下这个人哦，他的面相哦。那你眼中的他呢，就是让你当做验证。如果有符合的话呢，你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没有符合的话呢，就要麻烦你跳回去重新选牌哟。好，选项一的朋友，你的对象哦，是一个很用力在生活的人，他好像在各个面向都很努力哦。那你眼中的他呢，似乎也会觉得他好像，嗯嗯，好，不晓得为什么哦，他有一种传教士的感觉哦。这只是举例啊，就是可能就在路上，不是有时候会看到那种，他会愿意去帮人家修车啊，或者是换电灯泡啊，然后就可以就是就建立关系嘛，然后就传教啊这种。他有一种很努力、很认真的在活着哦，在服务大众的感觉。那也不排除他是一个就是会挺身而出的人。有时候有一些麻烦事啊，大家都不说话的时候，静默不语，他会愿意跳出来说啊，我来。好，那有时候呢，你甚至会觉得他怎么把自己搞得这么忙啊？他有一点在瞎忙的感觉呢。可是呢，好像就是好像他又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哦。他是一个感觉像是全方位的人才的感觉哦，好像什么他都会一点哦。那是不是样样通、样样不精？这个就不得而知哦。就是你似乎会有一些怀疑，觉得说，他私底下也是这个样子吗？私底下的他又是什么样子啊？会这样子去想哦。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人啊，为什么我说我会联想到传教士哈？我觉得他好像跟上天啊也有某程度的有连结的感觉。但我们不要讲的那么玄呐，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不排除他的人生也是蛮奇妙的，好像一趟奇幻旅程哦。他的人生像是一场戏，可能会发生一些别人比较不会碰到的状况。这个可能是有看他一阵子的人才看得到的哈。好，那因为毕竟是大众占卜，我就不会太偏向他的可能感情或者是什么的面相哈，我就讲一般你哈看到他的那个外在呈现的样貌哈。那我觉得这个人也不排除是一个领导者，他有一点老板样哦，但他这个老板样哦，比较像是初期在开创阶段的这种，像是工作室啊、艺人公司啊的这种的老板的感觉哈，有一种校长兼壮中的感觉哦。所以呢，你会觉得他一直在忙，然后也仿佛是一个能力很好、很有目标，好像也都会有成果出来哦，令人蛮惊艳的成果。那也不排除他身边是有很多追随者的哦，有看得出来，其实有一种好像众星拱月的能量啊。那会众星拱月呢，也有可能就是他常常挺身而出嘛，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一个领头羊的感觉哦。好，那我觉得他有一个蛮奇妙的能量，好像事情在他手中啊，都会完成的。除了完成的很好之外，还会有一些加分哦，常常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小惊喜的感觉哈。就纵然只是处理平常的事情，他好像也都可以处理的不只是好，甚至是会有很多很让人很亮眼
有亮点的地方哦。然后这个人呢，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他是很乐于付出的人，他感觉很真，好像他一条肠子通到底哦，就是他没有办法说谎的感觉哦。就无论他是不是有在说谎啦，总之就是会让人家感觉到他都是很真的、很真实的哈。好像常常呢，有一些话没有经过大脑就吐出来了，但是有的时候就令人好气又好笑，但是又好像是事实啊，这种的哈。然后，我觉得他是因为刚刚有说他有领头羊的能量嘛，所以不排除也是有追随者哦。不排除你问的这个对象跟你是稍微有点距离的，也有可能他是明星啊、公众人物哦。你是会被大家看见的哦，因为感觉哦，这个追随者或者是会看到他的人还蛮多的耶哦，是会被大家看见的哦。那也可能是他的未来，是比较偏向是会。或者是他从事的职业是比较让大家看见的，这个可能是比较少部分的人但是我有接收到这样的能量。然后呢，他是一个把自己打理得很好的人，至少他的外在呈现，好像都有一个固定的人设哦，就你不太会看到他崩溃啊，或者是歇斯底里啊的那一面哦，都好像是有他的一个调调在哦。所以呢，你会感觉说这个人能力很好，然后又把自己打理得很好。好，那么这个是他给你的你看到他的样子哦。我们来看看真实的他哦。真实的他啊，倒是还蛮特别的哈。当然，他的能力真的是很好啦。那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肩上有重担的感觉哦，他有一点快要扛不住的感觉。可是呢，他觉得这个重担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他扛的，仿佛好像就只有老天爷儿可以来跟他来教他哦，来指引他怎么做。所以我就又越讲越玄了哦。好，因为这个人就是让我感觉到他有那种可能就是灵性天赋吧哈，他天生就是有点点像是灵魂是有使命来到地球的哈。然后呢，他肩上是有重担、有责任的哦。好像他的这个责任哦，的确好像没有人能够帮他扛哦，所以他有一种很想要跳出框架的感觉。他无论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无论是感情面向、事业面向，他都有一种突破的感觉哦。这个人哦。好，那么这个人啊，因为他的外在给人家的看法是还很善良、很热心嘛。那实际上，我觉得他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心机的哦。那这个小心机不是负面的啦，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哦，类似他要达到目的的话，他会用一点点小小的手段，但这手段不是那种我在讲的不是那种很卑劣的哈。他是那种类似会用爱啊、用温柔啊，然后说服你啊，有一点点像是，如果他希望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他不会去强行的去 push 你，他可能会动之以情啊，用跟你说道理啊的，用柔和的方式来劝你往那个方向哦。那其实是他的计划之一。就大概看到的是他有一些小小的手段哈，所以会让我想到他很像老板，因为他可能要管理员工嘛，他管理员工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嘛。如果比较多人，他就会针对每一个不同人的特性去跟他沟通，跟他协调，很有耐心的讲给他听，然后呢就说服了人家就不知不觉，或者是人家被洗脑，甘愿被洗脑，就往他的方向去了哈。就成为一个很坚实的团队，很合一的团队，类似这种啦。我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良善的那种感觉哈。好，那么这个人呢，无论是在感情、在事业，
的面相哦，它其实是有一个自由的灵魂，你不能去限制它，你限制它会让它没有办法发光，所以它会让我有一点点联想到公众人物，就是这种感觉哦。它本身是一个发电机，你如果去干扰它原本的节奏，就会让它混乱，那它就是没有办法有最好的产能。那这个人啊，如果是在事业上，他就比较像是目标导向。比如说，你就给他制定了一个目标在那，请你帮我达到这个目标哦。他会用他的方法去达到终点。可能一般人是按部就班的1、2、3、4达到那个点，他可能会1、4、2、3，咚就突然跳到那个点，比较像是大家比较捉摸不了他的行径，可是他就是可以达到目标。那如果你是那种很在意 detail 的人，可能就会很受不了他，会觉得，或者是你是一个比较控制感比较强的，你事事都要经过你，好，经过你的认同，你可能就会不认同他这个做法。所以呢，他可能如果他是你的员工，有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叛逆的员工，比较跳痛的员工哦。但是呢，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员工。我觉得这个人蛮适合自己出来创业的哈。然后呢，如果是在感情的面向啊，他会要求你要100%的信任他哦，他也会100%的信任你。如果他开始感到你测试他、质疑他，我相信他会很不悦哈。这个人如果又是你的孩子的话，我觉得，因为我有感受到有一些能量是来看小孩的哈。如果你是家长啊，你对他也是，我觉得你可能稍微会有点头痛哦，因为他比较不按牌理出牌啊，但是你又知道他很纯真善良哦。那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的灵魂是有人生使命的，你不妨就是顺着他想发展的，你就去往那个方向栽培他哦。他会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纵然看起来会觉得有一点跳痛哦。但是这个人的人生是有被老天爷带领着的哈，会走出他一片天的。好，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啊，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老天爷哦？因为他跟大地好像可以连结，他跟上天也可以连结，他就很像是一个可能天使之类的灵魂降生到地球，在体验人生，在带光和爱给地球的。带好能量给地球的，所以我有感受到这个人的心是蛮纯的，有一个很纯的能量哦，纯粹的感觉哦。那也不排除他真的就是有在从事这样的职业啦，就可能是跟天跟地可以连接的啊。那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真实的他，真实的他也有可能。过去有一段不容易的过去，他好不容易，因为这个人的人生有一点点需要一直跳脱框架哦，所以他的这一方面的展现也有可能展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可能他的童年不是那么的顺遂，或者是人生某个阶段有大大的跌过一跤哦，然后呢，但是他又突破了嘛，他这个人的人生还蛮像可以拍成电影的感觉哦，我有这个感受哈。那当然可能是针对少部分的人啦。好的，那么这个大概就是选项一，你心中的对象，他是他真实的样子哈。那今天也是有延伸占卜的哦。我觉得我们延伸占卜就来看看，当他进入感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好了。是他有什么雷绝对不能踩，踩了他就再也不回头的，还有什么是他特别喜欢的，如果有做到这几点，他可能就会爱上你啊，会很喜欢你啊，就是爱到不可自拔的这种。我们看看他投入感情会是什么样子好了。好的，那么如果你对我们的通灵塔罗职业班有兴趣的话，就欢迎加我们的 LINE， 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还有也欢迎你订阅我们的 Patreon。那 Patreon 会做这个另外的订阅制呢，是因为想要达到类个占的效果哈。那也感谢大家的支持跟订阅咯。好，那么我们今天就为你解说到这边咯，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们下次见。
拜拜。嗨，亲爱的选项2的朋友，今天的占卜题目我们要来看看你眼中的他以及真实的他是怎么样子的哈。好，那么今天使用的方式就是我们通灵塔罗职业班的，以一张牌来看这个人的状况哈。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们的 LINE， 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好，那么这个你眼中的他呢，就让你当做验证哦。如果有符合的话，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没有符合的话，就要麻烦你跳回去重新选择咯。好，这个是选项2的朋友，你眼中的他哦。你眼中的他呢，是一个好像很认真哦，很认真在，尤其是他的专业领域上，可能是他的职业，他在他的职业上面啊，犹如完美主义般哈，他会要求自己，那他也会希望，如果你是他的学生的话，他就会希望把你给教好、教会哦。他是很有责任感的哦。那这是你眼中的他哦，我觉得不排除他真的是个老师，或者是他是靠嘴巴工作的，靠知识，他的头脑很好哦。那传授他的知识，教授他的知识给其他人，那我觉得也，他也不排除可能是公众人物啊。那这边没有要探讨他的职业，但是他比较像是那种会被，会要为人家解惑，或者是说他要传递某一些讯息给其他人。好，那么你会觉得他好像有一种战士的感觉哦，他好像都冲不停。那有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他是不是都不会顾到自己啊？就是都好像就是说想要把自己有一种燃烧自己然后来照亮别人的感觉哦。那你有时候会担心他是不是会过劳，所以他也很有可能有一些工作狂的倾向哦。那这个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了，程度强弱就不一定。好，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人，你的对象哦，他感觉也的确是那种，会冲锋陷阵的那一种诶。如果他是在职场上，感觉就是一直可能也有可能是前线的人员哦。那也不排除他这边也有看到某可能个位数吧，某几个像是军人、军官这种感觉哦，像当官的哦。然后是有要统领他自己的部下的感觉，所以这个也不排除有老板的感觉哦，其实还蛮有老板的感觉了，好，感觉跟刚刚选项1的能量，有类似，但是又是截然不同的哈，因为这个对象让我感觉他的阳刚的性质，他的阳刚的那个呈现是比较多的，有一种保护者的感觉，有一种就是比较像师长这样子的感觉啊。好，那么这个是你眼中的他哦，你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很勇敢啊，然后好像人民保姆啊，然后对哦，也不排除他可能就是军警方面的人民保姆的感觉有哦，还有一些，觉得也不排除是那种好像可能某几个人而已啦，抗议游行的那种带头的人，
然后自尊心蛮强的，你会感觉到他其实是，他还蛮捍卫自己的自尊，他想要人家听他的话，对，他比较希望身旁的人是可以听他话的，就有点像他的部下的感觉，有点像他的学生，有点像他的员工的感觉哈。这个人是比较有一点点，他让我感觉有一点点就是要求啦，他会要求哦。好，那么真实的他又是什么样子呢？真实的他哦，他其实还反差感蛮强的，你知道吗？真实的他哦，内心有一块小角落是他保护着自己的，有可能就是他的心。如果你是要看感情对象的话，这个人感觉他的心房不容易为你打开，应该是不容易为任何人而敞开哦。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小孩子，他要保护，对，他有这种感觉哦。他的心啊，反而是比较就不像外表呈现的是比较刚强的那种气质。但无论是男女哦，他都有一种有点 man 的感觉哦。比较是有智慧的，但是他做事比较果断，然后会决定了就是这样做，比较没有人可以去撼动他。那真实的他呢？其实真实的他，他认为哦，他只是在尽好自己的本分。他认为哦，交到他手上的东西，他希望可以完美的把它也许交出去。所以他是给自己有一些目标，有一些责任感的哦。他给自己的压力其实还蛮大的耶哦。因为他会对自我要求，然后呢，他在要求人定下这些规则的时候呢，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他左思右想，计划过后的这些规定，他会觉得是完美的。所以，如果你是他的学生，你是他的部下，他会认为你就是要听他的，因为他的计划最完美。他可能比较，应该就是说，你如果跟他表达意见，他会听。可是呢，要真正去改变他的规则哦，不容易。然后呢，真实的他其实哦，你不要看他外貌呈现的好像比较正向积极耶，好像冲冲冲哦，那种很积极的能量哦，他其实内心有他那种忧郁柔软的一块哦，这个可能要跟他很亲近的人才看得到，很有可能是需要到枕边人才看得到，因为这个人他其实，他要求蛮完美的嘛，他会要求自己的外在呈现要有一定的样子哦，然后呢，他会自认自己是为他人指明方向，是一个引路人的感觉哦。所以他给自己的压力蛮大，他会觉得他有责任要把人们带到好的地方去，他有责任把他经手的，这个可以套用到任何他经手的事项哦，他经手的事项都要好好的把它呈现传递出去。所以呢，他教的学生就一定要很教得很厉害啊，然后也要确保学生都有吸收的很好啊，然后都可以灵活运用啦，他好像才可以安心的让学生出去哈，不然仿佛会玷污了他的名一样哦。然后如果是套用到感情的面上的话，我觉得对这个人他有他不可撼动的地方，然后他会认为他说的都会是对的，会是正确的。那也因为他的确是蛮有智慧的嘛，所以好像你想要去说服他是不容易的，有自己的一套见解，那这个见解很有可能也跟这个社会不太一样。好，但是呢，他是经过他缜密的分析计算后的，所以他会认为就照我的
照我说的做就对啦，那就会成功啊。那你如果硬要去走其他的路，那我也没办法啊，那就只好，甚至他可能会说，那就只好跟你切割啦。就是如果是比较严重一点的哦，就是你要跟他走不同方向啊，那时候那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吧，分道扬镳吧，这种哦，比较不太会去。他真实的他感觉跟他那个外貌呈现的是还蛮像的哈，就是他比较不容易去妥协于别人，比较不会臣服别人的意见哦。所以这个也感觉有一点点，这个是大老板样子哦。刚刚选项一可能是那个创业初期的老板，校长兼撞钟，这个感觉可以带一个大企业的感觉哦。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心里是有一个老灵魂的哦，真实的他是一个老灵魂，所以就是意思就是他很有智慧啦，我觉得。然后呢也感觉蛮有他专业，他应该有一些专业哦，所以可以为人家指引方向。好，那么我刚刚讲的就是所谓他反差的地方，就是他内心有一块他要保护的小角落，他内心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所以不排除他是有那个内在小孩的一些问题，可能需要去疗愈哦，有可能他的童年过得比较辛苦。那他就是自己会保护自己，那他后天长成了一个很独立的样式，很强的样式，很强势的感觉，也很有可能都是源自于那个伤，他为了要掩饰，不要讲掩饰，他保护内在的孩子嘛，所以他就外在会显得很刚强。可能小时候他没有办法保护他自己，他长大就成为了一个可以保护自己又保护他人的人。对，他有一种保护者的感觉，然后呢，为人指引方向的感觉哦。好，那么如果在事业的面向哦，我觉得他就是刚刚我讲的嘛，就是可能就可以一路做到就是老板这样子啊，会被公司器重。但是这个被公司器重呢，又好像反而老板会提防他哦，因为他如果是人家的员工的话，就是他可能会表现得很好嘛。那很好，都会抢了别的员工的风采之外，老板也会提防他，因为会觉得，好像是另一个老板来的感觉，到底是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啊？这种的哈，所以他的工作职业之路很有可能是必须要遇到一个很懂他的人，会给他空间发挥的，要不然就是他适合有自己的事业。好。那这大概是不知道有一些感觉，好像你是来看老板的，可能有一些人你是在问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老师这种的哦，有一个长辈的感觉，就是比你对还德高望重一点这种感觉哈。我觉得你的对象哦，他比较不像是他大概知心好友就2-3个。好，这一生哦，他的知心好友大概就2-3个很懂他，然后就很好，跟他很好。那他也是会为了那2-3个好朋友哈，知心好友两肋插刀的感觉哦，是很有会为人家会就是算是蛮有正义感的啦吼。然后呢，其实他也是乐于付出的，只是他会看对象。所以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延伸占卜看一下，如果这个人进入感情关系会是什么模样好了。然后呢，什么雷绝对不能踩了他可能就会转头就走。然后以及什么又是他特别喜欢的，会特别吸引他的，好不好？好哦，那么如果你有兴趣要知道我们的延伸占卜、隐藏占卜的话，就请你加入我们的 Patreon 会员。那当初会设立 Patreon 这样子的订阅制的会员呢，是因为想要达到有点类个占的效果啦，因为人数一定会比较少嘛。好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看一下我们的说明栏。OK， 那么以上这个就是选项2的解牌咯，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我们下次见，拜拜。
爱的选项3的朋友，今天的占卜题目我们要来看一下你眼中的他跟真实的他有什么不一样哈。好，那么今天会使用的方法呢，会是使用我们通灵塔罗职业班，就是用1张牌来解牌的方法哈。那分别会各1张啦，1张代表看你眼中的他，1张代表看真实的他哦。那你眼中的他呢，也给你当做验证。如果有符合的话呢，你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没有符合的话呢，就要麻烦你跳出去重新选牌咯。好，选项3的朋友啊，你眼中的他，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有一点点一板一眼的，他讲究逻辑思考，好，凡事可能会要证据，好，你会觉得他好像稍微有点距离感，甚至呢，我觉得这个人他也有一点点比较让人家看不出他真实的心思。有的人可能有一点面瘫哦，就是面部表情比较没有的哈。那让人家猜不透他的想法，然后呢，看起来啊，就是稍微比较一板一眼的哦，比较有一点点像是严肃，可是呢，你又觉得好像隐隐约约可以感受到他有热情，但是呢，好像不太轻易哦，你可能不太轻易被看到，你可能只能从一些小地方去察觉到这个人他的内心应该跟他的外在彰显出来的应该会不太一样哦。但我感觉，你跟他呢是稍微有距离的哦。好，就是好像还没有看到他真正的太那个，就是你没有跟他走近到看到他真实的面相哈。总之呢，在你的眼中，他应该是一个不苟言笑，讲求逻辑，然后呢，不排除哦，他可能是像是工程师这一类的哦，或者是什么什么师，很专业的，所以呢，他会要你，你可能要有证据证明说服他，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凡事跟他讲都要用左脑左脑思考啊，要用左脑1、2、3条列式的方式来跟他对话哦。不可以用那种比较天马行空的，他会觉得比较虚无缥缈哦，会觉得比较抓不到你要表达的哦。那但是呢，你又会觉得，这个人就是虽然说表现出来的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冷静，如此的，他有一种沉稳的感觉哦，但呢，你又可以感受到他的温暖嘞。这个真的很微妙哦。从什么地方感受到的温暖呢？可能就是从一些他照顾你的行为举动，你会感觉到他好像，如果他是老师的话，他好像会，如果你们是师生关系哦，他是老师的话，好像特别会放你水的感觉哈，就可能让你 pass， 让你过啊哈。那我这只是举例啊，如果他是你的长官。他好像啊会对你比较好，那甚至呢会有一些别的同事会觉得，怎么好像比如说老板或长官对你特别偏心呐，好像对你比较好。然后呢，你眼中的他，是一个好像还蛮讲究公平正义公正的，你会觉得他很有原则，他有一个既定的框架吧。你会觉得他有一些思想哦，是不可撼动的。那好像你要去改变他呢，不太容易。你会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思绪缜密的人，当他讲出来就是确定了哈，好像有一种固执。然后呢，但同时你又可以看得到他有一些
其实哦，你可以感受得到他有时候对自己是稍微没有自信的。不过呢，他展现出来的样貌又不容你可以去点出来这个点，你只能好像默默的为他祈祷啊，就有一种这种感觉。不太能够直接的去帮助到他，只能从旁边啊，一些小地方啊，给他一些温暖吧。我觉得，如果你是有想要，你对这个人是有负担的，你想要帮助这个人，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无从帮起的感觉，因为他展现出来的是如此的美好嘛，如此的完美，如此的专业，好像他不需要任何人的感觉，好像他是长辈齁，就是我们要谦卑一点，不可以造次。好，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你眼中的他，因为今天在这边我没有要特别针对的是感情的对象，所以我会讲这个大致上的齁，大众的能量。好，那么真实的他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真实的他我觉得要离他非常非常近的那个人才看得到他这一面，但是要离他非常近又很难哦，因为他这个人是有一个防护罩的感觉你要进入到他的世界，被他划入他的领域不太容易，就是真正划入啦。他这个人是有一个，就我刚刚讲的，他有一个防护罩嘛，他有一个坚固堡垒啊，保护他自己的。那么真正的他，其实啊，是一个很滋养人的人哦。他其实是还蛮疗愈的，他有一种妈妈个性哦，无论是男性或女性，他有一种妈妈心哦。他其实是为了自己划定在他自己范围内领域内的人哦，他是可以无条件的去奉献自己的人，就是很像一个妈妈这样子哦，好像他会觉得照顾你，你被他纳入他的领域之后，他就有责任照顾你，把你养大的感觉哦，然后把你导向正轨啊。所以如果换言之，如果你有不听他的话的时候，不听他的劝，他是会很担心，然后会想办法把你引导回他认为的正途上哦。那所以呢，他的付出就会是那种妈妈觉得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有一种饿，叫做阿嬷觉得你饿，就是会不停的提供给你也许你认为不太适合当下自己的一种爱。他会认为他会提供给你就是他认为对你好的，那个是从他的角度来看嘛。所以呢，他这样子的真实的他这样妈妈个性他就会有自己心中的一把尺。那我有讲，因为他其实是有一点偏向固执的所以呢，如果你不听话他也会有大家长那个严厉的一面哦。那这样子是不是换言之就是有一点点控制呢？控制的爱。好，那这个无论是套用在任何面向都是适用的如果是像是我刚刚说的比较偏情感的话，它其实是会有一个控制的，你会感到他隐隐约约有在控制你，虽然可能是用带着爱的名义来控制你这个也可以套用到家人哦，因为我这边有感受到有人可能是来看自己的可能爸爸或妈妈有这种感觉好，那你们就再自己去套用哦。好，就是他会以爱之名行控制之实。那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孩子的话我觉得他自己心中有一把尺，是一个主见很强的孩子哦。可能就是你好像只能顺着他，他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那你不顺着他，好像也很难，因为他会千方百计的
去钻出一个缝隙，可以往那个方向去，往他坚持的方向去。好，那么如果是这个人，如果是在事业上哦，事业上的话，我觉得他能力很强就是能力很好哦，应该所到的地方都会重用他，他很容易被重用，很容易被提升，很容易变成主管类哦。奇怪，怎么回事？今天的这3个选项都有老板感哦。好吧，可能就是有人连看了3组吧。OK， 然后呢，这个人他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他是可以给人家提供保护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主管、老板的感觉齁？然后呢，他也会觉得，就如同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你眼中的他，他真的是会，就是那个叫什么，会照看他想要栽培的对象，他在意的对象。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讲到说他有一个温暖的那一面嘛，他其实心中是很有爱的齁，只是这个爱的出发点比较牵涉是他眼光看到的，比较不像是那种大爱型的，所以我觉得跟这个人相处的话，好像会不知不觉中，就走在了他安排的道路上哦，因为他会认为这样是对你好。那通常啊，他的安排好像也是正确的，就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顺从型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受到保护，很受到照顾，他是会替你全方面设想的哦。那当然，如果你是属于叛逆型的，你可能就会觉得他管的有点多，好。然后呢，我觉得他还蛮懂得运用人际关系，就是人脉吧。我觉得这个人他感觉在人脉的方面好像还蛮不错的，他蛮有贵人运的。所以这个人不成功也难啊，他应该就是会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士啊，应该就是大家眼中会有分量的。好。OK， 那我觉得差不多就讲到这边好了。好，这个是选项3。那我们今天一样会有个延伸占卜哈。延伸占卜的话，我就来蛮好奇他进入感情的面向会是怎么样。如果你有兴趣想要知道他进入感情后，是什么样子的样貌，然后有什么雷千万不能踩，踩了的话他就会掉头就走的，又或者是还有什么是会让他非常心动的哈。就欢迎你加入我们的 Patreon 会员。那会设立这个会员频道啊，是因为想要达到类个占的效果。那也很感谢你们的订阅跟支持。好，那么我觉得今天就讲解到这边，感谢你的收看，希望对你有帮助哦。我们下次见，拜拜。